嗯嗯嗯嗯嗯嗯嗯。石宇喝醉了，你来雅苑接一下。知道了。石宇，你真的想好要和许南音领证结婚了吗？不知道。唉，兄弟，我知道，你和顾然才是两情相悦。况且，荣生集团姑爷的身份，可不是人人都有机会，你得把握住啊！顾然，茵茵跟了我5年，我不能对不起她。哼，你都给他买了一套800万的房子了，他要是不跟着你，他这辈子在江城都买不起房。再说，荣生董事长要是知道你睡了他女儿不负责，南音，你想过后果吗？你怎么不进去啊？石宇啊，南音来接你了。你跟顾然上床了？雷子他胡说八道的，你别听他的。石宇，既然他都听到了，就趁这个机会说清楚吧。许南音，你根本就配不上他。闭嘴！我们分手吧。南音，你听我解释。那天我们只是喝醉了，酒后乱性，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南音，许南音，别跟着我。不是给你请假了吗？你可以趁着这时间好好休息一下。唉，你一定要这么任性吗？这个世上，哪个男人不出轨？我就犯了一次错，你就要给我判死刑？签字。许南音，你会后悔的。陈时雨出差还没回来啊？我和陈时雨分手了。分手了？可你们都处了5年了。我提到我们3观不一致，不适合结婚。可是，妈，他想30岁再结婚，我耗不起。他想的倒还挺美的，不过他的确完全没有为你考虑过。这种男人，你也别指望他以后会疼人。吃饭。茵茵啊，之前跟你提过的陈阿姨，你还记得吧？她有个儿子比你大3岁，人长得还挺不错的，人家还没有女朋友。要不你们见一面？妈，我才刚分手，您先让我缓几天行吗？再说我现在还小。哎呀，都25了还小，同龄人的孩子都会打酱油了。妈，先吃饭，再不吃饭都凉了。唉，妈得了这个病啊，要活不久。你要是不去见一面，我还不如饿死算了。妈，你别乱说。
好吧，那我去看看，但我不保证一定能成啊。行，好，吃饭。尝尝这个。哎，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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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南音，你是沈烨？是他。喝点什么？一杯美式，谢谢。许小姐，我们挺有缘分的。看来他那天没看到。许小姐，你的户口本了吗？户口本。既然我们是以结婚为前提，我想也没必要浪费时间。许小姐能愿意出来见我，就证明对我没什么不满。我对许小姐也比较满意，如果可以，我想现在就领证。我只是想应付一下我妈，这人怎么一见面就领证？我们都是成年人了，我可以向许小姐保证，婚后忠诚，工资上交。许小姐还有什么问题？忠诚？和谁结婚不是钱？而且沈烨还比陈世宇帅。我最喜欢你。后悔了？以你各方面的条件，想结婚应该不至于拖到现在。你该不会是……我对女人没什么兴趣。你是 gay？ 我就算对爱情失望，也不想做同妻啊。什么？就是喜欢男人的意思。那倒没有。那沈先生刚刚的话……我平时工作很忙，没什么时间陪你，不知道你介不介意？不介意。想拉着你的手，安静地看着日落，亲吻着你额头，说爱你一辈子不够，永远都不够。Tell me baby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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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我真的结婚了，还是和不认识的男人？这是我的工资卡，密码6个1，里面的钱随便花。我还有事要忙，先走了。这个男人可太自觉了。徐女士，你妈妈闹着要出院，你赶紧过来一趟。妈，你这是怎么了？为什么要出院啊？陈世宇的女朋友顾然是小柔的女儿，所以小柔抢了我的丈夫，他女儿又来抢你的男朋友。妈，他管不住下半身，迟早是要出轨的。我现在跟他分手是及时止损，不是很好吗？可你怎么能输给小柔的女儿？妈，我没有输给他，除了陈时宇，其他任何事情我都不会输给他。片段中有些散落，有些深刻的错，还不懂这一秒钟怎么举动，怎么好好的和谁牵手，那寂寞有些许不同。我挑着沈先生，我想等我妈手术结束再告诉她，
我们结婚的事情。茵茵，你看微博了吗？陈时雨竟然跟那个顾冉官宣了，因为他是你的男朋友，你说他这是什么意思啊？我跟他分手了。分手？是那狗男人出轨了？陈时雨这个贱人，有钱了就沾花惹草。南叶不能放过这两个贱人，我这就去微博曝光他们。不行，我妈要做手术，我不想她被人打扰。可就这么放过他们吗？茵茵，我替你不值。秋秋，我打算把陈时雨给我买的房子卖了，把钱还给他。这几天我能住你家吗？好啊，那渣男的房子住着晦气，我帮你搬家。秋秋，先不说了，有电话进来。喂，我妈晚上想叫你和家人一起吃顿饭，有时间吗？沈先生，我给你发的短信你看到了吗？我和我妈说你是我女朋友。我晚上有时间，但我妈周末要做手术，医生不让她出门，我一个人去可以吗？可以，你在哪儿？我晚上去接你。不用，地址发我，我自己打车过去。许南音，你怎么在这儿？我儿子已经跟你分手了，儿媳我只认冉冉一个。今天你要是敢闹事，我饶不了你。阿姨，我已经把他甩了，我怎么可能再去垃圾桶里捡回来呢？许南音，你竟然敢说我儿子是垃圾！许静是怎么教你的？这么没教养！我妈把我教的可好，要是不好的话，我早就上微博曝光你。你敢？许南音啊，做女孩子还是应该要点脸。我想顾小姐应该没有资格说这种话。陈时雨他从来都没有喜欢过你，他喜欢的人是我。爱情没有先来后到，不被爱的那个人才是小三。勾引有妇之夫的是你们，我要是你就羞愧的躲起来。顾小姐是仗着自己是公众人物，粉丝多，可以颠倒黑白是吧？许南音，你知不知道得罪我的后果？你说你不是为了陈时雨来的，那你今天来是为了见谁？怎么还站在这里？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男朋友。你真是的男朋友？许南音怎么可能这么快就找到了这么帅的男朋友？千万不要说不是啊！走吧。哎，你们来啦！阿姨好。好好好，快坐吧坐吧。我还是叫你茵茵吧。之前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我就想着你能做我的儿媳妇，没想到愿望成真了。阿姨呀，是真的高兴。谢谢阿姨。哦，对了，听说你妈这个周末做手术，生什么病了？我妈她得了胃癌。什么？怎么会是胃癌呢？我之前见她的时候，精神不是挺好的吗？这是体检发现的，说是早期可以治好。那还好，那还好，真是辛苦你了。以后再有什么事儿，你就让阿叶去帮你做，你多休息休息啊。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先吃饭吧啊，尝尝这些菜。快吃吧，快吃吧。
对不起，我妈的事情，如果你介意的话，我们明天就去把婚离了，不会拖累你的。我们才刚领证，你就要离婚？我妈生病的事情没有提前跟你说清楚，这算骗婚。如果我妈得了癌症，你会要求我现在离婚吗？不会离婚，你又怎会觉得我要和你离婚？徐南一，我们已经结婚了，你可以相信我。我们已经结婚了，你可以相信我。许南一，你有男朋友了？陈时雨，我们已经分手了，请你不要再打电话给我。许南一，你还没有回答我问题，你是不是有男朋友了？是。我们才分手1天，你就有新欢了？是不是你们早就勾搭在一起，所以你才要跟我分手？许小姐，抱歉，你很符合我们公司的岗位需求，但我们已经招到人了。要不，江城就这么几家公司，面试全过却不能入职，看来是陈时雨做的手脚。你母亲的手术不能再耽误了。好。病人家属，病人手术需要你的签字。茵茵呀，妈在床垫下面压了一个存折，里面有10万块钱，这本来是妈妈给你攒的嫁妆，万一妈有天醒不过来了，你就拿着。妈，别乱说，你一定会长命百岁的。妈也想长命百岁，可是有些事情都是说不清楚的嘛。妈把该交代的先给你说了，如果有个万一，不会的，不会有万一的。妈，你一定要活着，不能走。你要是走了，我就只剩一个人，我会很孤单的。球球，我好难受，你能不能过来陪陪我？明天我妈就要做手术了。你说她要是手术失败了怎么办？我真的好怕。要是手术失败，连我妈也走了，我就真的只剩一个人。徐小姐，在国内胃癌早期治愈率达到90%以上，亚康是江城最好的3家医院，你完全可以不用担心阿姨的手术。老天爷，请你一定要保佑我妈手术成功，我愿意用我男朋友10年。
20年、50年的生命之患，请你一定要保佑我妈手术成功。有时对我好，有时对我笑，天气好不好，有谁知道？假如雨来了，假如风来了，你会不会将我融入怀抱？你好，我妈的手术开始了吗？我怎么还没有看到王医生进去？啊，王医生他在隔壁做手术。那我妈她……你别担心，给阿姨做手术的是杨教授，他是这方面的权威，你耐心的等着就是了，手术没问题的。杨教授是杨烨教授吗？我们医院这个科室只有一个杨教授，你们运气很好。杨教授居然亲自做手术，我妈是怎么惊动杨教授的？你怎么？我来看阿姨。人来了就行了，干什么还破费啊？没多少钱。医生查房。难怪你让我回国来江城做这场手术，这是你丈母娘啊？我女朋友的母亲。杨教授竟然是他请来的。女朋友？你还没有结婚？你小子也太没有用了，这个岁数了还没有转正。怪不得您老连夜坐飞机赶回来，原来还有这层关系。徐女士啊，这次手术呢非常的成功，家属只需要注意病人的饮食清淡就可以了。好了，让病人先休息吧，我们去下一家。谢谢医生，太好了，太好了。阿姨，你好好休息，我还有事先走了。那你先忙。妍妍，你愣着干什么呀？赶快去送小沈啊！我送你。沈烨，谢谢。不用谢，你是我的妻子，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原来他只是在做一个丈夫的责任，还以为……你怎么在这儿？茵茵，你转给我的钱我收到了。房子卖了820万，20万是你创业我借给你的，该还你的都还你，我们两清。茵茵，你就一定要把事情做到这个地步？陈时雨，这里可是公共区域，有摄像头的。要是被你的顾小姐知道你还在这里，只怕你想当荣生姑爷的美梦就要破碎了吧。茵茵，阿姨得了胃癌，治疗肯定要花很多钱，你现在又没有工作，又没有钱租房，总不能在叶秋这里住一辈子吧？我也是为你好。陈时雨，是你把我害成这样，装什么好人？茵茵，我这么做就只想让你回到我身边。茵茵，我不能没有你。你只要跟那个男人分开，不管是工作还是房子，我都还给你，好不好？那顾然呢？茵茵，我可以发誓，我这辈子只爱你一个人，就算我娶了顾然，也绝不会委屈你。所以你想让我给你当情妇，这就是你对我的爱？她是顾家大小姐，荣生集团掌握云帆30%的股权，我不得不对她负责。陈时雨，我不会给你当情妇，因为我已经有老公了。
因为我已经有老公了。徐南音，你一定要跟我怄气吗？云帆走到今天很不容易，如果我不为大局着想，公司很多人会丢掉饭碗，这后果你考虑过吗？勾引有妇之夫，做三插足别人婚姻，陈总，这个后果你承担得起吗？这么多天过去了，沈夜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陈时雨不会也对他使绊子？不太好释怀，还是送你回到茫茫人海。我终究是意外，是除外，不是例外。受伤害越期待你给的爱，我们遇见比有事？那个，很抱歉这个时间打扰你，我是想问你有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啊？我是想说，如果你工作不忙的话，我能不能请你吃顿饭？徐小姐，我最近都很忙，可能没有时间。哦，没事没事，你先忙。领证的时候，他就说过没什么时间陪我，我到底在期待什么？哎，你怎么过来了？不能让妈妈担心，我还没有工作啊。今天星期六，公司不用上班。哎呦，这大好时光，你不去和沈夜一起过20世纪，你老跑来我这儿干啥呀？妈又陪不了你一辈子。妈，沈夜上班很忙的，没时间陪我。哼，人家陈阿姨可都跟妈说了呀，人家是双休。你怎么连别人什么时候休息都不知道啊？就算是我主动，也不见得人家会有兴趣。哎，你还愣着干什么呀？去，赶紧给别人打电话约出来啊！你俩去看个电影，吃个饭，培养一下感情啊！别在我这坐着来。走。沈先生，你找我有事吗？我妈说你喜欢吃榴莲，让我给你拿了。你现在在哪儿？我去拿。不用，我有时间，现在给你送过去。你住哪？我把地址发你。时钟方向里还没转到你，每一个梦境像支铅笔涂下默契拼。我靠，现在送外卖原值那么高啊！你是不是送错了？我点的是炸鸡，不是榴莲。你干什么？这不是许南英家吗？那个，你听我解释。不是，这怎么解释？大哥，我不是什么许南英，你再这样抵着门，我可要报警了。我不认识他，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从我家出来。这不是你家吗？他是……他是个变态，叫警察过来。哦，什么变态啊？我怎么招惹你们了？你有病吧？这是我姐家。你跟叶秋什么关系？那是我姐，亲姐。臭小子，你跑这来干什么？
今天不上学了？哇，好帅呀！今天周末上什么学啊？不上学你就不知道待在寝室里学习啊？自律性怎么这么差？还有，你看看你现在像什么样子？我是来洗澡的。今天学校澡堂装修，洗不了，我待会儿我就走。早知道你是来洗澡的，我就不给你钥匙了。这不是丢我的脸吗？哼！哎，他一般都住校，已经2个月都没有见过了。我以为你今天晚上会在医院里待着，就让他先过来找我了。茵茵，对不起，没吓到你吧？没事。你男朋友？哦，帅哥你好，我叫叶秋，是茵茵最好的朋友。我还有事，先走了。我送你。这里不安全。我最近在找房子，找到合适的我就搬。搬我那儿去。我们是夫妻，不能一直分居。徐小姐，你觉得呢？住在一起吗？银景国际10栋1单元16楼，我会和门卫打好招呼，你随时可以搬过去。你什么时候找的男朋友？怎么没跟我说？问你话呢。住在一起以后，是不是还要睡一整整？想什么呢？你的脸好红啊！不是男朋友。那我刚刚问你，你干嘛说是？是老公。老公？我们领证了。许南叶，今天不是愚人节。我没有开玩笑，我是真的和沈烨领证了。不信的话，我给你看结婚证。我和他是相亲认识的，算闪婚吧。阿姨那边还有没有这样的优质男？或者说，你老公有没有兄弟？肥水不流外人田，把我也脱个单呗。沈烨是独生子。好吧，待会儿我去帮你搬家。但是说好了，阿姨下次还有这样的优质男，你可不能忘了我。肯定不会忘了你。喂，你还在忙吗？这杯酒不能再拒绝我了啊！沈烨不是在忙，而是在喝酒啊。出什么事了吗？你什么时候回来？我今天不回去了，你不用等我，早点休息。那你注意安全。
陆总，您看，陆总，都是我的错，我自罚一杯。他这是在等我回家吗？南音怎么样？面试又没成？秋秋，我可能要被这个社会淘汰了。淘汰了也不怕，你不还有你老公吗？让他养你啊。我又不是没手没脚，干嘛要他养？夫妻本来就是一体的，男人不给你花钱，你跟他结婚干什么？别告诉我他不给你花钱啊。他把工资卡给我，那你还愁什么？能买得起民警国际的，他的工资能少吗？先不说了，秋秋，我要去医院看看我妈，待会儿陪你聊。嗯。许南音，真的是你？你是于阔啊？你还记得我呢？你怎么在这儿？啊，我来面试的。你从云帆辞职了？那个我还有点事儿，咱们下次聊。啊？你最近和茵茵联系过吗？没有。再忙你也不能把女朋友给冷落了。茵茵长得那么漂亮，你不约她就不怕她被其他人追走了吗？好，我知道了，先不说了。他这是睡着了。I remember old days, used to watch the sun fade. 呼吸声这么重。 We would take my flashlight and try to paint the night sky. 喝酒。 Waking all the stars. 沈先生，你还好吧？ When they ricochet, all we see is 这么烫。 欣怡。沈先生，你好像生病了，我带你去医院看看吧。不用，你早点休息。 About me and you, there's not a thing that I wouldn't do. Right now just to be here with you. Yeah. 你在下午酒里放了什么？被下药了。喂。 你们往我酒里面放了什么？你被人下药了。那杯酒是寝室端给我的。你反正也没对象，你要不就跟他试试，凑我妹夫也没什么不好的嘛。有没有解药？你等会儿啊。我刚才问诗诗了，她说她没下多大量，她只下了一点点助兴。我劝你啊，还是得找一个女人。 需要我给你介绍吗？你要胖的还是瘦一点的啊？来一杯，来一杯。他不会出事了吧？沈先生，
我给你拿了退烧。对不起，我刚敲过门了，没人回应，所以我才……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烨，你……老婆，帮我个忙好吗？I will never sacrifice my love, not even for you. You know I don't play safe. Sometimes you have to break the rules. Yeah, we could call it love, or we could call it nothing. But you got what I want. 那个，你好好休息。我……对不起啊，我……我们已经结婚了，这样应该不算一夜情吧？他是已经走了吗？许小姐你好，我是东盛设计的人事，今天可以来办理入职吗？当然可以，我现在就过去。许小姐，今天下午有时间吗？我下午5点下班。你把地址告诉我，我去接你。好。下班了。是你？你怎么在这儿？啊，这是我的公司，要不要我送你回家？很抱歉，我约了我男朋友一起吃晚饭，恐怕……男朋友？你不是和陈诗雨分手了吗？男朋友？你不是和陈诗雨分手了吗？新的男朋友。哦，只是男朋友，我还有机会。哈，你今天第一天入职，作为老板和老同学，于情于理我都应该请你吃顿饭。不过既然你约了男朋友的话，咱们下次再吃。那我先走了。不去接阿姨吗？我和你吃饭，接她干嘛？不是陈阿姨要和我吃饭，是她和我吃饭。
你要是喜欢的话，每个月都带你来一次。这里体验一次就够了。你现在身上背着房贷，压力应该也挺大的。我知道一家实惠的饭店，下次我带你去。好啊，下次你带我去。长得帅就算了，说话声音也这么好听。Loving you is like taking a crazy ride， 试探着也惶恐着，这是否算是爱？I've got a crush on my mind。Baby, ain't nobody coming between us. 你今天不走了？这是我家，我还能去哪？哦，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工作挺忙的，其实不用特地抽时间出来陪我。等我忙得差不多了，以后我都能陪你一起吃晚饭。I don't know what to do if you're ever gonna leave, so 在忙啊，于总在找客源。第1个月试用阶段，慢慢来，不要有太大压力。于总，你找我有事吗？哦，晚上有场上流圈的那种酒会，你知道的，这种酒会一般都需要带一个女伴，我希望你可以跟我一起去。抱歉，于总，我晚上有约了。你还是找其他人吧。和男朋友？这是我第一次收到这种请柬。听说晚上来酒会的都是江城数1数2的富商，以后我们可以扩展业务，你也可以积累人脉，你说是不是？我知道，你一定不会只满足于一个小小设计师的职位。我希望未来你可以成为我的合伙人。好，我去。OK， 晚上我来接你。我晚上有点事情，不能跟你一起吃晚饭。没事，你忙你的，我可以自己去。那明天晚上一起吃饭，我一定不会再爽约。好，那就明天一起吃饭。好。你不必管我，你去多认识些人吧。好想回家呀，还要在这里待3个小时，真是太难受了。石宇，你也来了。于阔，许南音，你怎么在这儿？真晦气。许南音，你怎么在这儿？真晦气。忙，过去打个招呼。为了工作，我忍。没想到你跟于阔在一起了。南音是我的员工，今天他是帮我忙，陪我一起来的。不过南音确实有男朋友。你男朋友是做什么工作的？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大家都是同学。许南音，你别把咱们的关系弄得那么僵嘛。我跟你们可不熟。是傍上大款了。你这项链可不便宜啊，该不会是假的吧？
难怪你不愿意说你男朋友的工作，毕竟确实也上不得台面。大家都同学一场，不如于老板，你给南音的男朋友介绍一份好工作吧。徐来，这话有点多了。我是云帆集团总经理，给你男朋友找工作不难。是吗？石宇，我正到处找你呢，原来你在这儿啊！爸爸，他叫陈石宇，是我男朋友。顾叔叔好。爸，你别这样，总板着个脸嘛。有时间一起吃个饭。好。顾冉是荣生集团的大小姐，所以眼前这个男人就是荣生集团的董事长。爸爸难道认识许南音？爸爸，刚刚天上的叶叔叔说跟你好久不见，想跟你叙旧，你要不要去看下叶叔叔啊？好，失陪一下。爸爸没有认出你，或许他的心里只有顾冉。我还在期待什么？冉冉，你这个胸针真好看，是不是定制的款式啊？这个呀，可是我爸爸在拍卖会上给我拍下来的，2000多万呢，当然不会有同款了。来的是哪个大人物啊？怎么这么大排场？江城首富陆家陆南萧，他是盛庭集团总裁，可有钱了。他还是单身呢。听说秦大小姐这场生日晚宴就是特地为他办的。谢谢大家，今天特意来参加我的生日晚宴。陆南萧，我真的很喜欢你。我今天已经22岁了，你能不能让我做你的女朋友？如果我是陆南萧，也抗拒不了这样的美人。我真的很喜欢你。我今天已经22岁了，你能不能让我做你的女朋友？在一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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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起。如果你愿意给我一个机会的话，我希望你能和我一起参加这个生日。老板不近女色，可现在是秦家小姐向老板告白啊。你去处理。秦小姐，陆总有工作要忙，就先回去了。这是他让我带给您的礼物。沈月，脚在体感流度，某个下雨的夜，输入你公寓密码，借用你温柔双眼，慢慢烘干我身体。历史的那一边，你誓言过的，不如现在就一一兑现。不是说要避嫌，却搂紧我的肩，这样勾引多危险，你恰好没小心眼。怎么这么熟悉啊？这是我老板的车。要不我们还是打车吧。
有车坐，为什么要打车？把车上弄脏了，女老板肯定会扣你工资的。不怕，大不了你咬我。那我睡会儿，到了叫我。眼神在交换。赶紧洗个热水澡，别生病了。不是吧？今天沈月她抱了我2次公主抱。进。有事？我来还你西装，谢谢你。还有事吗？要拿车钥匙下去找兄弟，可兄弟说不出口啊。你明天上班能不能再围城？我出门都很早。我可以跟你一样早。好。那我就不打扰你休息了，我先回房间了。还有事吗？你他妈竟然有女人了！我有女人很奇怪吗？哎，你昨天跟我说你没女人，我还想着给你找一个解决一下生理需求，你竟然跟我说你藏了一个女人！哎，什么时候带出来给我瞧一瞧？暂时没有这个打算。哦，只是玩玩。哎，在干什么呢？肚子有点饿，打算煮个宵夜，要不要一起吃点？好。我看你房子太空了，所以自作主张置办了点东西，你不介意吧？不介意，这也是你家。幻想着和你在一起。我煮的面条很好吃的，你尝一尝。好啊。我思念的唯一是你，我想爱你渐渐不停息。糟了，昨天忘了问他几点起床，他不会走了吧？大骗子！昨天掉东西了？没有，绝对不能说兄弟掉车上了。没有就好，要是掉了被我老板捡到，可不太好。我为什么这么倒霉啊？怎么找都找不到。你能不能停下车？我想去后面看看。真掉东西了？掉了一只耳环。行，那你去找找。算了，应该是掉在外面了。就算被人捡到，也不知道是我的。
签字。哦。我听说江城电视台打算策划一档家装改造的栏目，就是素人设计师和明星搭档的综艺。咱们公司也有一个素人设计师的名额。那你打算让谁上这个节目？我还在考虑。除了我想不到我们公司还有谁能够完成这次的任务。我再想想。这周末就得签约。于阔，你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没想把这个机会给我？节目组那边说素人设计师要形象气质好，所以你打算把这个机会给许南一？何姐，你别意气用事啊！你是咱们公司的主心骨，你走了，我们怎么办？对啊，你在公司都4年了，你不是说东胜就像你的孩子一样吗？何姐，留下来吧，求你了。辛辛苦苦带队4年又怎么样？还不如一个刚进公司没有经验的丫头。人家一进来就是设计师，因为年轻好看就可以抢走别人的机会。东胜对我们这种老员工公平吗？因为年轻好看就可以抢走别人的机会。东胜对我们这种老员工公平吗？何姐，我也是海大毕业的，我能坐稳今天这个位置，是因为我能给东胜创造价值。价值？一个贪图美色，一个贪图职位。现在的东胜已经不是原来的东胜了。我奉劝大家，赶紧给自己找条后路，不要像我一样被某人卸磨杀驴。秦氏有什么不好的？你今天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让他下不了台，以后你怎么让我和杨英见面？你要是觉得好，让你另一个儿子去。你以为我不想啊？要是诗诗愿意和秦安相处，哪有你什么事啊？哎呀，儿子，你都28了，你能不能让我省省心呐？秦安就从来不会让我这么操心过。我的事不用你操心。陆南萧，有你这么跟妈妈说话的吗？我就知道，穷人家养不出什么好孩子来。要不是老爷子跟你爸总逼我，我才不愿意打这个电话呢。没事，挂了。等等，今天25，老爷子让你回老宅吃饭，别忘了啊。是南一，抱歉，今天不能去接你下班了。晚饭你别等我。南一，我知道你是个努力上进的好女孩，如果当初没有蹉跎5年的话，我相信你现在一定是业内翘楚了。你想说什么？江城台想要打造一档家装改造栏目，由素人设计师和明星搭档。东胜这里刚好有个素人设计师的名额，我想推荐你去。何姐应该比我更合适，我恐怕完成不了这个任务。我知道你有微博号叫暖暖，上面发的装修设计图我都看过了，非常不错。何雅是留学回来的，她的装修风格不适合参加节目。公司应该还有其他设计师，我才刚进东胜，不合适。这是个很好的曝光机会，如果你能出色完成录制的话，在业内会留下你的名字，东胜这里也不会再有人私下议论你了。好，我答应。怎么磨蹭这么长时间？饭菜都凉了。这本来就过了晚饭时间了，要不想回来吃饭就早点说，让长辈等着。也不知道这个女人是怎么教你的，这么没教养。够了，不想吃就给我滚下去。够了，不想吃啊，给我滚下去。哼。阿萧，
你可有些时间没回来陪爷爷吃饭了。看看你啊，都瘦了，多吃点。我们阿萧啊，就是能干，把公司管理得很好。不过呀，你都28岁了，年纪不小了，也该解决自己的大事了。顾氏集团所有的产业都要全部交给你，你不能没有继承人。你是阿萧的母亲，阿萧的婚事啊，你要上心。别整天猪油蒙了心，连自己的亲生儿子是谁都不知道。爷爷，妈，钱，你来了。妈，听说您最近睡眠不好，我呀托朋友从国外买了一些助睡眠的补品，你先用着试试。哎呀，还是儿子对妈好。还有这个是送给爷爷的。哦，你有心了。钱，你没吃晚饭吧？没吃晚饭，坐下来跟妈一起吃啊。好，快快。我还有事，先走了。你回来了。你没吃饭吗？我来做，你去歇歇，一会儿就好。少吃泡面，对身体不好。我给你也炒2个菜。哦。好够。尝尝这个。你去把碗洗一下吧。有洗碗机啊。就这几个碗，没必要吧？你手洗吧。我还以为你不会做呢。对不起，我拿纸给你擦一下。你打算擦哪里？你自己来吧，或者你脱下来，我给你洗一洗也行。回房间脱给你。跟我一起回去。南一，帮我拿件衣服。你把门开个缝，我给你递进去。你点的火不负责灭吗，老婆？剧组居然请了国际著名设计师爱你。怎么还差2个位置？还有谁没来？马上到了，已经上电梯了。哦。许南叶，你怎么在这儿？该不会还想对诗雨哥哥死缠烂打吧？在你眼里当宝贝的男朋友，在我眼里不过一坨垃圾。我可没有回收垃圾的习惯。你又是什么好东西？
你能上这节目，不也是陪老板上床换来的？顾小姐，你说我陪老板上床，你有证据吗？还是说你躲在床底下看到的？如果没有证据，这就是造谣诽谤。在场的所有人都可以为我作证。你原先以为只有恶俗的男人才会造黄谣，没想到大明星也会，真是历尽碎了一地。徐南叶，何必把大家关系搞得这么僵？冉冉她之所以不愿意跟你在一起共事，就是因为你跟我在一起过。虽然你为云帆做了狠，但感情的事情是勉强不来的。辞退你是我的决定。冉冉她很善良，我要考虑她的心情。我相信任何女人都不能容忍自己男人身边有第三者，你说对吧？顾冉这男朋友又帅又有钱，还专一，这种极品打着灯笼都难找第二个吧。导演，我们节目组应该不会容忍有黑料的人上节目吧？云帆给你的补偿，你如果觉得少，我可以单独再给你一份。但请你不要针对冉冉，她很单纯，不像你心思缜密。爸爸，你怎么来了？哎，不是你说想老爸了吗？那人家说想你，也没让你现在就过来啊。要是让妈妈知道了，肯定又要说我了。哎，没事的，老爸罩着你，不怕的。爸爸，你最疼我了。我这个女儿啊，从小娇气惯了，要是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还请大家多多照顾啊。顾总哪里的话呀，冉冉工作很勤奋，没有半点架子，和大家相处的都很愉快。哦，我给大家订了饮料车，你们先解解暑，晚上我去泰格林酒店请大家吃饭。南一啊，爸爸说晚上请我们去吃大餐，你去吧。是那天晚宴上见到的女孩，她叫南音。停车，下车。爱像是一场你在这儿干什么？你怎么来了？ Loving you is like taking a crazy ride， 试探着也惶恐着，这是否算是爱？I've got a crush on my mind. Loving you is like singing songs that rhyme. 陆总，这是有对象了？钱多，问你个事儿，女人哭了怎么办？你是说你把女人给弄哭了？说。那你就得看看是什么情况了。这把女人弄哭啊，分好几种情况。如果是你把她弄哭的呢，那你就得放下身段，好好的哄哄她，然后再送她一些珠宝首饰、包包什么的。你实在不行啊，你就送她豪车豪宅，能哄好的。不是这种情况。不管是什么情况，用我那种方法呀，准没错。我这个方法包治百病。
要是让妈妈知道了，肯定又要说我了。没事，老爸罩着你，不怕他。爸爸，你最疼我了。明明我才是你的亲生女儿。门没锁，进来吧。给我的。谢谢。南音，有人找你。谁找我？你出去就知道了。茵茵啊，吃这个，爸爸记得你最喜欢吃榴莲了。不喜欢，都怪爸爸，没先问问你的喜好。你都长这么大了，口味肯定变了。好，你看看有什么喜欢吃的，随便点。顾董事长，您找我有事吗？一晚上，谁也没有打电话给我。难道他是看到微博热搜对我失望了，不想理我了吗？茵茵，你给我打电话，就不怕被你女儿发现，到时候她又要大闹你，婚内找小三儿。茵茵，我是你爸爸。爸爸。他们都说我是勾引你的狐狸精，是小三儿。微博上的那些热搜，顾董难道没看到？是爸爸对不起你，你的那些赔偿金，爸爸给你出，然后爸爸再给你一笔钱，以后你跟妈妈一起去海外生活。为什么你宁愿被人骂找小三儿，都不愿意承认我是你女儿呢？爸爸也有自己的难处，茵茵，你现在也长大了，你要为爸爸考虑，爸爸以后一定会好好给你补偿的呀。你不就是怕被人发现你对妻子不忠和夏柔婚内双双出轨的事？你们就是一对狗男女。20年前你不认我，以后我也不会再认你。好，既然你这么不知好歹，那我顾天怀从此以后就没有你这个女儿。你自己那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儿，你自己去解决。微博上的热搜你应该看到了吧？这件事我可以解释，但是如果你不想听我的解释，想离婚也可以。喂，立刻处理掉微博热搜。一晚上，谁也没有打电话给我。难道他是看到微博热搜对我失望了，不想理我了吗？茵茵，你给我打电话，就不怕被你女儿发现，到时候她又要大闹你，婚内找小三儿。茵茵，我是你爸爸。爸爸。他们都说我是勾引你的狐狸精，是小三儿。微博上的那些热搜，顾董难道没看到？是爸爸对不起你，你的那些赔偿金，爸爸给你出，然后爸爸再给你一笔钱，以后你跟妈妈一起去海外生活。为什么你宁愿被人骂找小三儿，都不愿意承认我是你女儿呢？爸爸也有自己的难处，茵茵，你现在也长大了，你要为爸爸考虑，爸爸以后一定会好好给你补偿的呀。你不就是怕被人发现你对妻子不忠和夏柔婚内双双出轨的事？你们就是一对狗男女。20年前你不认我，以后
我也不会再认你。好，好，好。既然你这么不知好歹，那我顾天怀从此以后就没有你这个女儿。你自己那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儿，你自己去解决。嗯？微博上的热搜你应该看到了吧？这件事我可以解释，但是如果你不想听我的解释，想离婚也可以。喂，立刻处理掉微博热搜。依依，你快看，你现在清白了。又发生什么事了？嗨，别紧张，是好事儿。你快看微博。天哪，没想到还有反转，真相原来是这样子啊！你马上去给我发一个澄清声明！这些人怎么可以胡乱造谣啊？啊！等这件事情了结了，我一定要告他们。澄清声明，顾董，你这是打算公开我们的父女关系？夏柔阿姨她会同意？这个当然不能说。你就说，你是我朋友的女儿。你们家现在有些困难，我做叔叔的是想给你点资助。叔叔？顾董这是打算让我说谎了？我记得昨天顾董刚说过，没有我这个女儿，所以不管你发生什么事情，都跟我没有关系，请你不要再打扰我。喂，茵茵，茵茵！我给你打了那么多电话，你怎么不接啊？手机静音，我没听见。你赶紧上微博澄清你和你爸爸不是那种关系啊！我不去。茵茵，你听妈妈的话，他是你爸爸，你不能让他被人泼这种脏水啊！你心疼他？妈妈是心疼你的，这种谣言对你有什么好处啊？妈，你忘记他是怎么背叛你，怎么对我的了吗？我被造谣的时候，他选择视而不见，凭什么现在让我去帮他澄清？你还是我妈吗？茵茵啊，妈妈让你去澄清，不是为了你爸爸，是你爷爷亲自打电话来，妈妈没法拒绝。你知道的，你爷爷对妈妈有养育之恩。妈，你忘记了，爷爷为了他的孙子把我们赶出顾家，这20几年吃的苦，还不够你偿还他的恩情吗？这是两码事啊！茵茵啊，你别这么倔，就当是妈妈求你了，就帮妈这一次，好不好？好。现在事情闹得这么难看，我还是先搬到叶秋家那边住，等沈烨回来，再和他好好谈谈。该搬走的人是我。我刚出差回来，昨晚给你打电话，你没接。所以他给我打过电话，可能手机没电了。许小姐，以后有事说事，不要把离婚挂在嘴边。许小姐，
他生气了。茵茵好像记性不太好，给你个惩罚，事不过三，这是最后一次。你还想要？一会儿陪我吃饭。以后呢，有事情解决事情，而不是解决我。所以你相信我？你是我老婆，自然相信你。许南烟，你非要把大家关系弄得这么难堪吗？是你们让我难堪，还是我让你们难堪？你知道现在网上是怎么说顾叔叔和顾冉的吗？这对顾家名誉很不好。我希望你赶紧道歉。跟我有关系吗？你别以为有余阔罩着你，我就拿你没办法。说完了吗？你是谁？谁打扰我和我老婆吃饭了？以后别再联系了。沈烨，我们聊聊吧。聊什么？最近微博上的热搜，你看到了吗？其实顾天怀是我的亲生父亲，而且我谈过一段恋情，交往了5年。就是刚才给你打电话的男人。嗯。和我结婚后，你们还有过往来吗？我们分手了，分得很不体面。如果你介意的话，我们可以……谁都有过去，我只在乎现在和将来。许南一，你是我的妻子，就只能是我的女人，明白吗？他不介意我的过去，愿意跟我继续这段婚姻，我也会好好经营。帮我叫人。哎，秦小姐，这就是你要找的许南英，我们东升的首席设计师。你有什么需求的话，都可以跟他提。我想跟许小姐单独聊聊。好，正好我有个会，你们俩聊。我想让你帮我设计婚房。你要结婚了？不错，陆南霞要跟我结婚了。陆南萧，江城首富，就是他。恭喜你啊！对于婚房，您和宁先生有什么规划吗？许南一，我说陆南霞要跟我结婚了，他只会娶我，其他人都只是玩玩而已，你懂吗？我想你误会了，我不认识什么陆南萧。你有本事勾引人家的未婚夫，不敢承认自己是小三。秦小姐，你说我勾引你的未婚夫，有什么证据？你别装了，我知道你跟南萧哥在一起是为了钱。你说沈烨是陆南萧？你不知道，这点钱呢，就当我替我未婚夫给你一点补偿。你以后要离南萧哥哥远一点，不然别怪我翻脸。聊得怎么样？南英，
你的脸色看着不大好，是不是他为难你了？他应该不会跟我签合同。我们东盛只是小公司，他瞧不上也正常。不过这次他是冲着你的名气来的，我觉得你再争取一下，也不是没有机会。我争取不了，换其他设计师吧。如果沈烨的名字是假的，那陈阿姨也是假的吗？如果陈阿姨不是沈烨的母亲，那她为什么要跟我相亲领证？南音，我是你老板，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你要尽全力拿下这一单，不然你就辞退我。啊？我竟然会相信这是他老板的车，有哪个老板会每天把车借给下属开？沈烨，车上并不是一个很好说话的地方，我们在外面吃饭吧。哦。买单后，我可以让他们开发票，找公司报销。什么样的公司能给他一顿餐费报销10几万？我们先聊聊吧。哦，你想聊什么？沈烨，你到底有没有骗过我？没有。能给我看看你的手表吗？你说你每个月2、3万的工资，怎么买得起理查德？不对，应该叫你陆南萧。你想玩女人，有的是漂亮女人让你玩，你为什么要骗我？我没有骗你，沈烨是我的名字。你到底是不是陆南萧？陆南萧，你明明已经有未婚妻了，为什么还要用沈烨的身份跟我去领证，让我成为插足你们婚姻的第三者？我没有未婚妻。够了，我不会再相信你说的话。从今天开始，我搬回叶秋家住。留在每个爱过的人心房里加温，爱过几分恨。在拥挤的人潮，寂寞一旦猖狂。秋秋，我这几天能不能先住你家？发生什么事了？你和沈烨吵架了？当世界荒凉如岛，只有你能做停靠，也难免我拉着过去不放。秋秋，我被骗昏了，沈烨就是陆南萧，他还有一个未婚妻。这人也太缺德了吧！他不但隐藏身份跟你领证，还脚踏2条船。秋秋，该怎么办？
他有未婚妻，又不是有老婆。如果你喜欢他，我觉得你可以争取一下。我才不要当小三，我父母就是被人这样拆散，不要成为我讨厌的人。哎，你和沈烨不是去民政局领的结婚证吗？要是沈烨这个名字是假的，身份也是假的，那人家怎么给你们办的证？要不你问问。你帮我看一下，这是真的吗？这结婚证是真的，沈烨确实有2个身份，要是有问题你可以报警，我们会配合警方调查的。现在还没有十足的证据，我得先去个地方。快坐。阿姨，我能不能再看一下沈烨小时候的照片啊？当然可以了，你稍等一下。我们阿叶呀，小时候可懂事了。阿姨，沈烨真的是你儿子吗？茵茵啊，你都知道了。所以你是？我是阿叶的养母。养母？可他不是叫陆南萧吗？为什么你叫他沈烨？阿叶小时候走丢了，被我捡到了。我把他养到23岁，后来他回到陆家，他的亲生父母给他取名陆南萧。茵茵啊，我养的孩子，我了解，阿叶是真的很喜欢你。你放心，如果他欺负你的话，阿姨帮你收拾他。不过，你们可千万别分手啊！阿姨，我明白了。那好，那我让阿叶来接你。我们离婚吧。许南一，我说过，不要把离婚挂在嘴边。你就算是想哄陈阿姨高兴，你也应该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千金小姐。你为什么要招惹我？不管我是沈烨还是陆南萧，你都是我的妻子。可陆南萧不是我的丈夫。明天早上10点，民政局门口见。如果你不来，我会找律师起诉你。这是你未婚妻给我的，放我还给你。你干什么？放开我！对不起。陆南萧，我今晚去叶秋家睡，你知道的，我们不合适。陆南萧，我今晚去叶秋家睡，你知道的，我们不合适。不合适？哪里不合适？是身体，还是？我记得你不是停手吗？你还要不要脸？老婆都要没了，我还要脸干什么？你知道的，你的家庭不会接受我。你到底要怎样才肯离婚？
再给我点时间考虑。那你要考虑多久？我会尽快给你答复。阿姨，我先处理好这件事情，一定给你答复。许南一，办公室里有监控，我劝你还是注意一下。有监控怎么了？我捏死你，如同捏死一只蚂蚁一般。你竟然敢和陆南萧领证！自从上个星期五见识过秦小姐的手段后，我就挺害怕，决定不离婚了。许南一，你敢耍我？请你离开，不然我就要报警了。算你狠，你们走着瞧。陈阿姨脑梗住院了，你赶紧过来一趟。什么？人老了容易出毛病。妈，茵茵来了。你陈阿姨有话要跟你说。茵茵啊，你跟阿叶谈了快5个月了，你们是不是该把证领下了？阿姨也没多少日子可活了，你就当是了却阿姨的一桩心事吧，好不好？阿姨，你别乱说，您身体没有什么大问题吧？医生说你陈阿姨脑梗很严重，如果再昏迷的话，不一定能醒过来。茵茵啊，阿叶这个孩子妈觉着挺好的，能把你交给他，妈也放心。你们明天就去把证领了吧？对呀，我都问过阿叶了，他很愿意跟你去领证。阿叶回来了。啊，许阿姨，我和南音有话要说。啊，去吧。陈阿姨的病情怎么样？不太理想。我妈都和你说什么了？陈阿姨说她身体不好，希望我们去把证领了。好。可我们不是已经领证了吗？所以我想公开我们的关系。你本来就是我老婆。你，我不想拿我妈来胁迫你。这2天我想了很多，我本想处理好所有事情，再给你个答复。可是我妈今天发生的事，我不能再等了。我们不离婚好不好？我是真的喜欢你。好。这个呀，是我替阿叶给你的彩礼，这里呀有18万8，钱不算多，你别嫌弃啊。阿姨，这傻丫头，这是彩礼，赶紧收着。这孩子怎么一点常识都没有？你跟阿叶已经领证了，可不能再叫阿姨了，得改口叫妈了。妈，哎，好，哎，阿叶，你可要记得给茵茵买戒指，还有5金，这些啊都不能少，记住了吗？记住了。
茵茵啊，这是妈妈给你攒的嫁妆，这些年你跟着我也受苦了，妈妈对不住你。阿叶，我就这一个女儿，今天我把她交给你，我希望你可以好好对她。我会的。妈，我会和阿姨好好的，你不用担心。好好好，你和阿叶好好过日子，我们俩也可以有个伴儿。只要你们小两口啊把日子过好，我们也开心。对，说的对。茵茵啊，你就不要担心你妈妈了，我会经常呀去找她聊天的，不会让她寂寞的。陆夫人，你怎么来了？这位是你的朋友啊？是。你怎么来了？今天是沈夜后的女儿领证的日子，你要不要坐下来一起吃个饭？她不配做你的妻子。茵茵就是我的妻子，我希望你能够尊重我的选择。尊重你的决定。结婚这么大件事，你都不跟家里商量商量，你尊重过我吗？娶这样的女人进门，要是传了出去，我们陆家的颜面往哪里搁？茵茵是海大毕业的，她不仅长得漂亮，而且有学历，除了家世她不比你差。原来我在她心里的评价这么高。陆南萧，我是你妈妈，你怎么把我跟这种女人相比较？陆夫人，我知道你们看不上茵茵的家世，可她是个好姑娘，而且阿叶也是真心喜欢茵茵的。我们陆家不会让许南英进门的。陆南萧，如果你有本事，你就把她一辈子养在外面。茵茵，我们也走。妈，许静，你听我解释。我知道我没有跟你说清楚，是我不对。可是阿叶他是真心喜欢茵茵啊，你能不能不要生他的气啊？陈月，我跟你没仇吧？你们为什么要这么祸害我的女儿？我是把阿叶当亲儿子看待的，就算他现在认祖归宗了，但在我心里，他就是我的儿子，我希望他能够幸福。你刚才也听见了，人家根本就瞧不上茵茵。茵茵，我们走。许静，茵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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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其实我和沈烨的结婚证是真的。可他的身份不是假的吗？你们去民政局领证，人家是怎么给你们办的结婚证？沈烨的名字是陈阿姨取的，虽然他现在认了亲生父母，但他以前的名字没有注销。你是说，他真的有2个身份？那他以后岂不是能用另外一个名字再娶？沈烨跟我说过，他只会有我一个妻子。你早就知道了。妈，对不起，我不该瞒你。这么大的事情，你竟然不告诉我！你真的太让我伤心了。你怎么来了？你妈打的。
是。对不起。你妈妈不喜欢我，真的不打算跟我离婚吗？不离婚，我要和你过一辈子。你说什么？他竟然跟我说要跟我过一辈子。徐南一，我想跟你过一辈子。那我原谅你了。但是沈烨，你妈妈不喜欢我，你希望我去讨好她吗？你不用去讨好任何人。我这2天可能得在家陪我妈，你不会生气吧？不会。都这么大，被摸脑袋有点别扭，她好像很喜欢这样摸我的头。时间不早了，你早点回去休息，明天还要上班。好，你先进去。你现在长大了，妈妈也管不了你了。以后你就……妈，对不起啊，我不该瞒着你。茵茵，会议大事，你怎么能这么草率啊？万一他以后再娶一个，你该怎么办？如果他变心了，我就跟他离婚。都怪妈妈，不该总是给你催婚。妈，其实沈烨他人挺好的，不仅会赚钱，而且还会做饭。我们领证那天，他就把工资卡都交给我了。他把工资卡给你了？我和顾天怀感情最甜蜜的时候，他都没有把他的银行卡给我。而且我生理期的时候，他还会给我买卫生棉和止痛药。他还挺实诚的。茵茵啊，你替他说了这么多的好话，是不是还想继续跟他过？许拿音，我们见一面吧，地址我发你。谢谢。阿姨，您这是拿上这张支票离开我儿子。他们有钱人怎么都喜欢给人甩支票？阿姨，民法通则第103条规定，公民享有婚姻自主权，您这种行为是违法的。许南音，我儿子呢就是跟我作对，我让他娶诗诗，他非要娶像你这么一个没有家世背景的姑娘。但是南萧，我知道他迟早会意识到我这是为了他好。那我也实话跟你说了，是他不肯离婚。许南音，我劝你识相点，最好呢就是拿着这500万给我滚，不然到了最后什么都捞不着。不要装的一副你不爱钱的样子，像你这种女人我见多了，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
像你妈这种女人，能教出什么样的好东西？我很庆幸能有她这样的好母亲。如果我的母亲是像陆夫人您这样，我大概会觉得很窒息。陆夫人，既然您不待见我，同样的，我也不喜欢你。本来希望我们能好好相处，但很显然，这是个奢望。许南烟，我是不会认你这个媳妇的，趁早死了这条心。既然我们都不喜欢彼此，为了日后过得舒坦，还是不要再联系。茵茵，你快看微博热搜，你又上热搜了。啊！许南烟，你居然是顾家大小姐，我的闺蜜竟然是有钱人家的千金，番茄小说竟然照进现实了。秋秋，这个事情有点复杂，我以后再给你解释。茵茵，看到新闻了吗？别怪爷爷心急，我等这一天等得太久了，实在忍不住就自作主张，并且我要将顾氏80%的股份都转给你作为嫁妆，希望你不要推辞。爷爷心里是有我的。茵茵啊，快来陪妈妈吃饭。妈，我不饿。那可不成，阿叶都快把晚饭做好了，我们两个可吃不完啊。妈，你说什么？什么阿叶？哎，茵茵来啦，阿叶在做饭呢，咱们一会儿就可以吃饭了。茵茵啊，你赶紧去厨房帮忙，让阿叶这孩子别做了，已经够吃了。好。这个阿叶啊，真的是个好孩子。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把那个盘子拿过来。你一个大男人，怎么这么会做饭啊？你很喜欢会做饭的男人。男人会做饭确实是加分项。我还以为女生更喜欢会赚钱的男人。你之前不是说没谈过女朋友吗？你怎么知道女人喜欢会赚钱的男人啊？过来。哦，干什么？过来。一会儿跟我上楼。怎么还没好啊？是不是做太多了？你快放开我！你这儿子教育的真不错，这些菜我都不会这么做。哪有啊，我也没怎么教过他，都是他自己学的。我们阿叶从小就聪明。哎，茵茵怎么还不过来？哎，小两口感情蛮不错的嘛。这还是头一回见茵茵这样的。行了，咱们也别愣着了，赶紧吃饭吧。茵茵，吃个虾，多吃点啊。
你怎么来了？我今天很累，不想做。爷爷，南萧，我问你，听说你娶媳妇儿了，还是5个月之前就娶了？你个兔崽子，娶媳妇这么大的事你也不吱一声啊！我这还是从老秦那儿听说的，你让我这脸往哪儿搁？我结婚和你们没关系。你放心，这个家呀，还是爷爷说了算。我对你媳妇儿呢，没有什么别的要求，只要是身家清白，对你好就行。好，我问问他，如果他愿意跟我回去，我就带他见你。好，爷爷啊，等着你们回家。那我准备好再见你爷爷吧。好，听你的。爷爷，您装修房子预算多少？或者你喜欢什么样的风格？具体有什么需求，都可以跟我聊聊。你今年多大了呀25。哦，小3岁，挺合适的。爷爷，您不是来找我装修房子的吗？我是想给我孙子呀装婚房，想听听你的意见。那你孙子喜欢什么样的风格？这个装婚房嘛，我主要的呀，还是想看看我孙媳妇儿的意思，她想怎么装就怎么装。那您孙媳妇儿喜欢什么样的风格？小丫头，就按你的来就行。这不太好吧？要不这样，您让您孙媳妇儿亲自过来一趟，我跟她具体聊聊。我那个孙媳妇儿啊，怕是还不知道我这个爷爷呢。你喜欢的，她肯定喜欢。就像婴儿房、儿童房，还有你打算生几个，就按你的装。许设计师，你们聊好了吗？这位爷爷想给他的孙子装修婚房，得等他孙媳妇儿过来之后再确定。可以先把合同签了，先把定金付了，等他孙媳妇来了，你再好好聊聊。哦，也不急于一时吧，还是等他孙媳妇儿来了再说。爷爷，我送您出去。陆爷爷，您看你好不容易来这一趟，不如先付个定金。爷爷的孙媳妇儿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把钱收了，万一到时候人家不愿意来这里做怎么办？许设计师，你够了，我们得尊重陆爷爷的决定。可我们也不能强买强卖吧？陆爷爷，您看，咱们要是现在签约的话，我可以给您打个9-8折。爷爷是我的客户，你这是要当着我的面抢人？刚刚那个500万的单子，你没签到。刚刚那位爷爷是想给孙子设计婚房，得等他的孙媳妇儿回来，具体聊过之后才能签约。许设计师，我把客户领进门之前，人家就说今天定下来。你跟客户交流之后，人家直接就改了主意，你还阻止我把人都给我送走了。人家要设计的是婚房，婚房是小夫妻住的，老一辈和年轻一辈在装修风格上，一般都有代沟。我觉得还是需要谁来住谁来签，这样才是最好的。500万的订单，你信不信人家转头就跟别的公司签约了？刚刚那位爷爷年纪很大，我觉得需要家人同意才能签约。贸然签约，付了定金，将来麻烦只会更大。这件事情上，南英的想法是对的。如果现在签了合同，到时候家属找过来，确实很麻烦。那位老爷爷虽然70多岁了，可是他行为一直都很清醒，而且我们办公室都有监控，万一这…… 500万的预算并不是普通家庭能出的。
咱们惹不起。你先出去吧，我跟南音单独聊聊。我真没想到，你竟然是顾家大小姐。这件事情之前为什么没有说过？当时微博上闹成那样。抱歉，这是我的私事，没有其他事的话，我先回去了。中午一起吃个饭。我和我男朋友有约了。7分熟的菲力牛排，芝士焗龙虾和奶油蘑菇汤。他点的全是我喜欢吃的。怎么这么看重我？因为你长得很帅啊。他们家牛排特别好吃，你尝尝。沈南叶，你个贱人！秦氏，你干什么？秦氏，你干什么？南萧哥哥，你为什么可以接受他，却不能够接受我？我们已经认识5年了，你怎么会这么狠心？我已经结婚了，许南音现在是我的妻子。我不信，我不信你会娶这种女人。你是在骗我，对不对？阿姨不会同意你娶她的。她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就因为她会伺候男人吗？所以你才会和她在一起？秦小姐，最起码我和我老公是领证之后才睡在一起，不像你，明知道对方已经有妻子了，还想爬上我老公的床。不知道秦小姐有没有一点羞耻心？这女人是有病啊！明明知道对方有妻子，还想爬床，这是小男人想疯了。嗓门这么大，还以为她是别人家老婆呢。哼，搞半天原来是个小三啊！你们给我闭嘴！许南音，都是你，是你抢走我的南萧哥哥，我杀了你！你受伤了，我送你去医院。抱歉，抓住他。陆南萧，你为了救他，连命都可以不要，就是不能爱我，为什么？医生，他伤势怎么样啊？没什么事儿，就是些皮外伤。等会儿包扎完伤口后，你呀，好好照顾他，很快就会好的。谢谢医生。老婆，我希望你来照顾我。谁要照顾你啊？我可是为了救你而受伤的，照顾我是你的义务啊。好吧。我可以进来吗？进。你受伤了，我帮你脱。确定要帮我脱？都受伤了，还开这种玩笑。手受伤了又不是不能要孩子。南音，我们要个孩子吧。为什么？因为我想一辈子都和你在一起。你受伤了，这次换我主动。沈南音，我爱你，跟我回家好不好？我想带你见我的家人。
我也该去见见他们。爷爷一直都很想见你，他应该会喜欢你。我本来就很招人喜欢啊。你放心，有我在，不会让你受半点委屈。我相信你。闭上眼睛，给你看个惊喜。还有你和夜空，我算什么？让你无条件的为我。徐乃依，请正式成为我的妻子，我保证这辈子会守护你，爱护你，直到死亡把我们分开。谢谢你成为了我的几分之几。如果我要更完整一点，陆先生，我也爱你。